好，事情是这样，如果讲澳门，你会想到什么？澳门顶级赌场上线。你不要讲澳门就只知道赌钱好不好？你没听过10个赌徒9个输，倾家荡产不如猪吗？是不是？好，说到澳门呢，除了吃葡式蛋挞以外呢，还有一个必买的伴手礼就是杏仁饼。那这杏仁饼呢，它最早是来自广东啊，而且这杏仁饼有一个天大的秘密啊，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它里面呢主要的材料是绿豆啊，不是杏仁。那为什么叫杏仁呢？因为它最早以前做出来的形状跟颜色就长得跟杏仁有点像啊，所以才叫杏仁饼。就跟太阳饼里面没有包太阳啊，可能长得像太阳，所以叫太阳饼。凤梨酥呢，里面没有包凤梨，包冬瓜，可是长得也比较凤梨。好了，那现在看到杏仁饼的形状呢，就是这种圆圆的哦，这是已经经过改良过后的形状。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吧。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请记得帮我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子你才不会错过每次上传影片的通知哦。好了吗？准备好你的纸跟笔，做好笔记，我们要开始喽！好啦，那杏仁饼最主要的材料就是这个绿豆。那你可以去买这种去皮的绿豆仁。那如果你要更方便一点的话，你可以买那个磨好的绿豆粉，也是可以的。那你买来的这种绿豆仁呢，你要先把它用清水先洗过。那这绿豆仁除了做这个杏仁饼以外，你也可以做像中秋节的绿豆椪啊，里面的绿豆馅也是用这个去炒出来的。好，我们把这个绿豆仁清洗过后，把水滤掉。我们把水沥干以后，接着我们把这个绿豆仁倒到铁盘里面。那有些做法呢，它是把这个绿豆仁直接用锅子下去炒，把它炒熟。那我是习惯用烤的啦，用烤的其实比较方便，你不用在那边一直顾着那个锅子一直炒。我们先把这个绿豆仁铺平，这样子就可以进去烤了哈。好，那如果用烤箱烤的话呢，我是用大概150度烤40到45分钟，然后把这个颜色呢烤到稍微有点上色，这样就可以了。再来我们准备下一个。杏仁粉，就像我刚刚前面讲的，这个杏仁饼里面呢，其实大部分的材料都是绿豆。那我觉得我想要让这个杏仁饼的杏仁味真的可以更重一点点，所以呢，我就把一部分的绿豆把它换成了杏仁粉。我习惯会稍微把它烤过，因为它烤过以后，确实会比较香一点点。那这个就不用烤那么久了，大概烤个5、6分钟、7、8分钟就可以了。再来，我们来烤这个杏仁啊。那个杏仁呢，等一下烤熟，我们要把它切碎。这个是拿来装饰这个杏仁饼的表面的。好，稍微像这样子啊。那我们先把这些材料先稍微烤熟，因为烤熟以后你还是要把它放凉，你才可以来做这个杏仁饼。待会回来。澳门顶级赌场。哦，不好意思，放错了。待会回来。那烤过以后一定要把它放凉啊，因为我们现在要把这个绿豆仁把它打成粉末啊，所以一定要把它放凉。好，在这里。那因为我的这个打粉的这个机器比较小台，所以一次不要打太多，不然你会不好打。让你把它，奇怪，太小。哦，有了。好。
打到像这样程度就可以了。所以到这里有没有觉得，你还是直接去买绿豆粉可能会比较快？以前人会不会因为杏仁比较贵，所以才全部都用绿豆呢？不知道，我在怀疑。1 hour later， 终于把这绿豆仁打完了。再来呢，我们把这个杏仁粉烤过这个杏仁粉倒进去，然后呢，糖粉、低筋面粉、奶粉，啊，那这3个呢就把它过筛，过筛，因为我今天用的是纯糖粉，那纯糖粉你还是要过筛一下，因为它还是会结块。那奶粉呢，也是我改良过后才加的，所以一开始是没有加奶粉的。那我觉得加点奶粉，增加一些它的香味，我觉得也是不错啦。好，再来呢，我们用这个打蛋器稍微把它和均匀。好啦，像这样子，再来无水奶油。那有些配方呢，它会用植物油啊、沙拉油啊，也有用奶油啊。那我觉得我今天想要让它比较酥一点所以我就加了这个无水奶油。那不管你是加无水奶油还是一般的奶油，你都要让它在室温下软化，才可以把它拌进去。然后我们把它拌均匀。其实这时候可以用手下去拌了。那你看奶油下去以后，它就比较容易这样子成团了，但是还不会整个结在一起，还是会这样子粉粉的。好，最后呢，我们加一点水。不要问我为什么要加水，我也不知道。没有，等一下后面再跟你讲为什么要加水，所以你要看后面。骗你们要看到后面这样子。好，奶油搅拌均匀了，无水奶油搅拌均匀了，我们就可以加水了。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去澳门买那个杏仁饼的时候，你会看那个师傅在做那个杏仁饼，然后会拿一个那个很大的那个擀面棍在那边擀。据说啦，那个用意是让它质地更细致一点。那今天因为我没有那么大的擀面棍，所以我用机器打，稍微再把它打一下。好，然后我们趁这个空档时间我们来切这个杏仁，把这刚刚烤过的杏仁稍微把它切碎。然后搅好的绿豆粉呢，就是长这样子那它捏起来呢，还是可以稍微成团的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可以来把它压入我们的模子里面了。那今天呢，我用的模子是这种木模，这种比较矮那你也可以用像这种的，在压广式月饼呢，还是奶黄酥啊那种的这种压模，只是它比较深，比较不好压，所以今天呢，我还是用这种木模。然后这木模里面呢，我会先撒一点高筋面粉，让它防粘黏，然后再把这个面粉敲干净。接着呢，里面撒一些刚刚切过这个杏仁。意思一下就好了，不用太多。再来呢，我们把这个绿豆粉压进去。对，好，压好以后呢，再用这个刮刀把它刮平，像这样子。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敲出来咯。
然后稍微敲一下，出来，一个，好，那敲起来呢就是这样。那这种东西难免它边边角角会破裂，因为它没有到非常的硬，所以它会破裂是难免的。The next day， 好嘞，压好了，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进去烤箱烘烤啦。啊，那今天呢，我用140度烤大概30分钟就差不多了啊。那今天这个澳门杏仁饼烤好了啊。那烤好以后呢，你要把它放凉，放凉以后你才能吃。那这个杏仁饼烤起来呢，底部啊会有一点这种上色，不是正常的，就是要烤到这样子，这样子才会脆啊，才会酥啊。没有香哎，外面是那种酥脆，然后里面是那种酥松的那种口感。而且我觉得以前的人蛮厉害的，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看啊，他叫这个杏仁饼，可是它其实大部分的原料是绿豆，绿豆粉做的，可是味道就是还蛮像的，没有人怀疑，应该还蛮多人不知道这个东西是用绿豆做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以前人真的是蛮屌的。那今天呢，后面我不是有加水的那个部分吗？其实呢，我有试过，如果你今天没有加水的话，会变怎么样子？好啦，那这就是我试的这个杏仁饼没有加水会是什么样的状况。这个呢，它是一样加油啊，但是没有加水。那这个呢，是它的油是多2倍，也是没有加水。那这个就是正常的，有加油跟水。那我吃过的口感呢，像这个是只有加油没有加水的啊，你看，它是非常的松，非常的松。那再来这个呢是加油，但是加了2倍的油啊，它一样是这样子，很容易松散的啊。它一样不会酥脆，然后它会粘在你的舌头上面，吃起来就是这样子黏黏的，有点像那种蛋黄酥里面那个油酥的那种感觉。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吃过那个油酥，它吃起来就是这样子绵绵，然后油油的啊，就是加2倍的油，但是还是没有加水。那这个呢就是正常的。正常的。那为什么加了水呢？会让它更酥脆。其实呢，我们除了面粉里面的那个小麦，它会有蛋白质以外，像那些绿豆啊、红豆啊，或者是白凤豆啊这类的豆类，其实呢，它里面都还是会有一些蛋白质。那我们在搅拌这个杏仁饼的时候，最后加这个水，就是让它里面的蛋白质啊，让它这个绿豆粉产生一点点的筋性。这样子呢，它烤起来它才会收啊，然后才会变脆变硬，这是它加水的用意。如果没有加水，就会吃起来就是这样子粉粉的啊，完全是不会脆的啊。这一样烤过，但是它完全是不会脆的，啊，就是这样松松散散的，好吧？这样懂了吧？好啦，那今天的杏仁饼就差不多到这啦。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还有按赞我的脸书粉丝团，好吧？杏仁甜点相机，我们下次见，拜了。当然都看过那广告，以前那个爱情动作片前面不是都有一个小广告，
澳门首家线上赌场上线了。